網球作為體育類遊戲其中的一項，也算是家用機上的常客了。今天要介紹的這款職業網球世界競技場由南夢宮開發發行，除了有一個日版，在1年後還發布了美版，兩個版本內容基本相同。這裡有必要先聊一聊 PCE 的這一作是怎麼發展而來的。1984年，任天堂曾在紅白機的初期發布了一款經典的網球，老玩家的話应該都玩過。這款遊戲奠定了後來家用機上網球遊戲的基本玩法。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，各家厂商發布的網球游戏都在這個框架之下發展。特別是在2D 的時代，南夢宮1987年推出了紅白機上的第2款同類作品《家庭網球》。這款遊戲在我的紅白機系列專題的第30期介紹過。在之前任天堂網球的基礎上有了一些進化並且豐富的內容， PCE 上的這一作又是基於 FC 版家庭網球，在這個基礎上優化適配性能更強的主機，添加了新的內容和豐富的細節。進入遊戲後有3種模式，前2種都是常規的单场比賽，第3種冒險模式稍後介紹。第1種單打模式可以对戰電腦或者雙人對戰，第2個是雙打模式，這個模式支持2人或者4人同時遊戲，有18名可選的角色，這些角色的形象都是參考了80年代著名的網球選手，有12個男球手和6名女球手，這些角色在能力和特點上都有不同，而且實力也有強弱的區別，不過在遊戲裡並沒有辦法查看。確認選手後，下一步是選擇場地的類型，硬地、草地和紅土3種類型的场地特性也是參照了真實網球比賽來設置的。接着選擇單盤對決或者3盤2勝。來到比賽內，基本的操作玩法和紅白機上的任天堂網球類似，方向鍵移動人物， PCE 上的1號鍵和2號2個按鍵分別對應普通擊球和高吊球，普通擊球結合方向鍵上和下分別對應上旋球和削球，再結合左右方向鍵控制回球的落點，幾個斜向的方向也能組合使用。操作時击球的動作，正手或者反手，亦或是高壓扣球，還取決於人物和球的相对位置。這裡值得一提的是，雖然這款遊戲在很多的地方都還有着任天堂網球的影子，像是人物跑動時的小碎步，拿拍子和揮拍擊球的動作都和任天堂的網球很像，但實際的操控手感卻完全的不一樣，而且增加了不少細膩的變化。人物在擊球和回球時的站位要求比較精確，需要在對方擊球時提前判斷球路並且移動，否則很有可能追不上球。擊球的時機也很重要，過早或者過晚都會影響回球的質量和落點。因為有了這些細節設計，上手變得比較困難，剛接觸的時候經常打不到球，或者沒有辦法控制好落點。但熟悉了這些特性之後，結合不同的操作和選手之間的差異，遊戲性相當的高。不過單純的单场比賽模式還是有些单調了，因此這裡還設計了另一種冒險模式，這是一個 RPG 的形式，可以稱它為網球版的勇者鬥惡龍。玩家扮演一位拿着網球拍的勇者，可以自定勇者的形象是男孩還是女孩。他受到网球王国的国王歐哈纳汉的召喚，踏上了擊敗網球魔王的旅程。和經典的 RPG 遊戲一樣，開始國王會提供一些幫助，從城堡來到城鎮可以收集信息，購買裝備物品。不過這些內容都相對簡化。從城鎮出來，在大地圖上探索會隨機遇敵，這時出現2個選項，戰鬥或者拒絕。但除非你的實力比對手強很多，否則拒絕很容易失敗。戰鬥就是網球对局，隨機遇到了雜兵就打1局比賽，如果獲勝能得到一些錢，要在不斷的戰鬥中獲勝積累金錢，然後購買更好的裝備。這裡的裝備有球拍、服裝和鞋子3種，從最低到最高分成6個等級。更好的球拍能提升在比賽中的发球速度，尺寸也会更大，更容易击到球。服装的作用是提升拒絕对手挑戰的成功率，鞋子是增加比賽中角色的移動速度。除了這幾種裝備，想要找到最終的 BOSS， 還需要收集一些必需品，像是在海上移動要用救生圈。整個的流程得先找到並擊敗魔王的6個手下，相當於6場 BOSS 戰。這些 BOSS 比賽都要打1整盤，獲勝後得到球的碎片，集齊全部的碎片得到能夠封印魔王的光之球，拿到傳說中的裝備，最後再和大魔王展開最終的對決，是一場3盤2勝的比賽。这款網球遊戲初上手時並不會有太驚豔的感覺，紅白機的版本雖然做的也還不錯，
但算不上特別出众。來到 PCE 平台後，經過了再次的打磨，素質明顯提升了不少，遊戲性要玩上一段時間才能體現出來。加上還弄了一個 RPG 的模式，也能夠增加不少遊玩的時長。總的來說，是一款相當優秀的體育遊戲。